美国纽约卖房的终极指南：卖家必须知道的策略、时机与风险控制。纽约卖房不是市场决定价格，而是策略决定成交。纽约的房地产从来不是谁挂上去就能卖，而是判断和策略还有执行力的综合战。对于卖家来说，最关键的问题永远只有3个：什么时候出手是最聪明的？房子能卖多少钱？怎么样卖才能卖到最高的价格？这3个核心的问题，在纽约卖房子的真实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呢？纽约市场有3个特点。第一是房源少，但是买家需求并没有消失。即使利率很高，但是真正有需求的买家仍然是存在的。纽约属于刚需的城市，人口流动性大，移民多，租金高。好房子是永远不愁卖的，坏策略永远是压价格的。在皇后区和长岛，你会看到同一条街差不多的房子，有的是2周的时间成交，有的半年的时间无人问津。差别从来不在房子，差别是在于定价的策略、曝光的策略、执行的速度、经纪人的判断。第三就是市场不等人，卖家犹豫成本最高。纽约的市场波动很快，利率、库存、季节性、政策都在影响价格。卖家最容易陷入再看看、再等等、再想想，而这3句话是纽约卖房里面最昂贵的代价。那么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呢？纽约卖家必须要理解这3个关键的数字。第一就是市场的比较分析，不是简单的看评估的价格，而是要看真实的成交价、同类型房源的库存、买家的群体，华人或者是跨区的买家、上市的天数、周边的价格、买家接受的程度。纽约买家预算区间非常的固定，80万美元、100万美元、120万美元、150万美元是最常见的心理锚点。房子定价能否踩在买家预算的踏板上是成功的关键。开盘的曝光率决定最终的成交价。纽约的房子最强的曝光期是上市前72小时，照片、文案、视频、广告 Open House 一定要在这个窗口内协同爆发。如果前72小时曝光弱，房子就会直接掉价2%到5%。纽约卖房成功必须依靠策略，而不是运气。纽约卖房策略，定价的策略包括市场的窗口、竞品的分析、买家预算锚点、出价模型、控盘价格，还有冲刺的价格。定价不是你想卖多少，而是市场愿意为你的条件付多少。曝光的策略，卖房不是发几张照片，在纽约真正有效的是专业的摄影、高端的棚拍、社交媒体的广告、华人买家词的推送、小红书视频号的导流、海外买家的推广、Open House 策略性的安排。曝光越强，等于出价越高。买家的筛选，纽约最怕不合格的买家，贷款批不下来，验屋后砍价，但没有做好准备的人。必须要做到有预批性、资金证明，还有稳定性的核对。谈判，纽约的谈判的讲究，速度、策略、心理判断、买家动机的分析、拆招的能力管控。谈判越强，越能帮卖家多拿1%到3%的价格。
过户的执行力。纽约是 Paperwork 城市，律师、银行、验屋评估，任何一步迟缓都会拖慢整个成交。执行力强的经纪人能把2个月的流程压缩到30到40天。卖家最容易犯的5个错误：找一个不懂策略、只会挂 MLS 的经纪人。70%的价格被错误的策略拖低。房子很好，但是曝光做得却很差，等于白白的浪费最佳的窗口。情绪化的定价，隔壁的房子卖100万，所以我也要卖100万，这是纽约卖房最贵的误区。延迟上市，犹豫不决。市场不等你，犹豫的成本是买家最看不见的坑。贷款买家与现金买家没有区分的策略，每类的买家谈判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纽约卖家的机会在哪里呢？基于当前市场的趋势、库存、利率、政策的分析，卖家将迎来择优成交的年代。买家少一些，但是都是真实的买家，好房子依旧是秒杀。卖家最关键的就是选一个有策略、有执行力的经纪人。卖家最真实的反馈就是执行力快，判断准，帮我省时、省心、省钱，专业不啰嗦，给我策略，不是陪聊。策略加执行力加成交的结果。在纽约卖房子不是比广告，而是比判断力、执行力与节奏。每一套房子都有自己的最佳时机、最佳的策略与最佳的买家的类型。做对，你会卖得快、卖得贵；做错，你可能会错过10万以上的机会成本。美国没人热衷于炒房，核心是次贷危机的惨痛教训，再加上高持有的成本、高房贷的利率等等多重的现实的因素的制约。次贷的危机的深远阴影。2007年次贷危机源于此前疯狂的炒房与金融杠杆的操作，不仅让雷曼兄弟等巨头倒闭，还导致了无数家庭因断供失去了住房。其破坏力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。这场危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，让大众的普遍认清房产并非保险箱，对炒房的这种高风险的行为心生畏惧。房产持有与购房成本过高。美国房产持有的成本极高，各地需缴纳1%到3%不等的房产税。一套100万美元的房产每年可能要交数万美元的税费，换房还可能面临房产税大幅上涨的情况。同时，2025年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长期维持在6%以上，叠加高位的房价，使得月供的压力大增，甚至多数家庭都无力承担房价的首付。购房群体与市场流动性差。作为买房主力军的25到40岁人群，不少因学生贷款的逾期失去了贷款的购房资格，首套购房者参与率从2010年的50%跌到24%。然而，现有的房主因为锁定了过往的低利率，不愿意换房子，导致房源流通不畅。2025年，全美国每1000套房主仅28套一手，市场近乎冰封，炒房需的流通与变现条件完全不具备。房产投资的性价比低。近年美国房价年涨幅度低于核心的通胀率，房产的实际价值在缩水，远不如股市等投资渠道灵活。而且美国城市化早已完成，
核心区域的房价增长接近天花板，长期的持有房产不仅难盈利，还可能因为金融危机遭遇价格大幅度下降，进一步的降低了炒房的吸引力。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当中，后悔并非情绪判断，而是高度的可预测的结果。只要房子落入这些类型，长期的成本、法律的风险或退出的难度几乎必然超过买入的预期。位于高洪水的风险区的房子，美国大约13%的住宅是位于高洪水风险区的。现实的代价包括强制的洪水保险，年均$800到$4000，一次中度的洪水修复成本35000到$80000，转售的周期平均延长28%。便宜不是价值，而是风险的折价。HOA 费用异常高，或者是财务不透明的公寓，25%的公寓买家在3年内因为 HOA 而后悔。高风险的信号 HOA 的月费大于房价的0.8%，储备金不足70%。结论就是，买房的同时，您承担的是一个可能失控的准法人的组织。1978年前建造而且没有系统翻新的老房子，68%的老房子仍然是有千机油漆的风险，水管电路升级平均是25000到$6000。更关键的是保险与贷款的问题，高比例被保险公司拒保。情怀不是资产，结构才是资产。人口的持续外流城市的单户住宅，2015年到2024年的时候，多个城市的人口净流出8%以上。直接的后果，房价10年涨幅接近0，或者是为负数。银行的评估值长期的压低，房子没有坏，而是城市先衰退了。没有许可证改建的便宜的好房子，交易的纠纷概率提升3.2倍，保险拒赔率明显上升，非法加建不计入合法的面积，地下室的出租违法，市政府强制整改与罚款，你买到的不是资产，而是不确定的使用权。地面出现明显的龟裂，疑似断层影响的房屋，在加州、内华达、亚利桑那等地，地面的结构裂缝是重大的红旗。根据地质与保险的数据，地基的修复费用常见在4万到15万美金。多数的保险明确排除地质位移的赔偿，银行可能直接拒贷或者是要求高额的首付。这是不可保险、不可转嫁、不可低估的系统性风险。屋顶的砖瓦破裂，毁损严重的房屋，屋顶并非外观的问题，而是核心资产的保护层。屋顶的全面更换的成本大概是15000到4万美金。老旧或者破损的屋顶常导致漏水、霉菌。屋顶的问题几乎一定是在您买房后的集中暴雷。洗澡的热水升温极慢的房屋，这是大量买家忽视但是极具指向性的信号。常见的几个问题包括老旧的热水器、管线老化或者是水压不足、能源系统整体效率低下、潜在的成本，热水器的系统升级大概是5000到12000美金，水管更换在8000到25000美金。这是房屋机电系统整体老化的外显的症状。在美国，真正让人后悔的房子不是买贵了，而是买进了结构性的风险资产，无法保险、无法评估、无法顺利退出，那它就不是房产，而是长期的负债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。
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